事船队都会定时的维修，每天也会有人值班，给所有的帆船上机油，定期还会有一次大维修。哎，这艘船怎么原来没见过？啊，这艘是……怎么？这是我们研发的新帆船。新帆船？是。这怎么回事啊 ？AJ6项目经费不是紧缺吗？从哪儿弄的钱？其实，这个样船暂时用的都是旧材料，没有花费任何的经费。我知道 ，AJ6这个项目对于公司来说非常的重要，所以抢先了一步，很多事情要做在前头。可是，即便是使用旧材料，也要向公司报备的，你不知道吗？手续我会补上的。你怎么样？医生，他情况怎么样了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受了点惊吓，好好休息一下就没事了。哦，谢谢医生。啊，没事。你还好吧？你是不是想来看我死了没有啊？让你失望了吧？告诉你，我丁爱家命没那么薄，我也不会那么早死掉，也不会让你顺利回到丁家，更不会让你跟爸爸和爷爷见面的。首先，我没有想过要害你。你摔下去只不过是一个意外，我可以跟你解释清楚。其次，我不会使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回家的。我光明正大的也可以回家，也可以跟我的爸爸爷爷相聚。你能别演戏了吗？你用旧材料坐船引我上去，结果出了问题，多自然的借口啊！于有为，你现在怎么能这么阴险？你给我出去！出去！我不想见你。那些材料的确是旧的，可是做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我觉得桅杆一定是被人动了手脚，所以才……怎么可能？做了手脚？你别贼喊捉贼了好吗？再说了，你们不是每周都巡查吗？这个你怎么给我解释？我之前是检查过，一切都是正常的，谁信啊？你说你检查了，你检查还能出意外吗？如果说这个样子的话，那我为什么还要救你呢？这就是你高明之处啊！你说你巡查了，你说你签字了，你说你救我了，你救我，我能掉下去吗？你救我，我能躺在这儿吗？于有为，你真是费尽心思，机关算尽。于幼梅，我拜托你动动脑子好不好？我要害你会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吗？你以为所有人都是傻子吗？我拜托你好好的想一想，最近到底是谁想让你死？是谁让你去船坞检查的？你说过了没有？
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害我，你以为害死我，韩明哥就会找你吗？你别做梦了你！这跟韩明没有半点关系。你给我听好了，丁池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要借我的手除掉你，他要重新回到丁氏，重新回到董事会。你别在这挑拨离间了！我跟你说，姑姑对我非常好，掏心掏肺的对我，还特意提醒我，我就是没听她的，所以我就躺在这儿了。你稍微冷静一点，听我说。你放开我！不是于幼梅，你真的会被你姑姑骗的，你不要相信她。于幼梅，我拜托你冷静一点，你听我说。于幼梅，清醒一点好不好？是，清醒一点。于幼梅，你疯了吗？你害了艾佳一次，还要害她第二次吗？你胆子也太大了。你要干什么？我什么都没想干，我只是想跟他解释清楚，有人設計了一个圈套，想要陷害我们两个。可，董事长，事情是这个样子的，我们的新船桅杆断了，我本来是想救他的，可是一不小心，却害他摔了下去。够了，够了，这出了问题就是出了问题吗？啊，至于有人是不是做了手脚，那也是你检查工作没有做好吗？啊，你这个孩子，之前差点让我误会了我的亲孙女，你现在要害死她，啊？哎呦，不要再动什么歪脑筋了。像你这种女孩子，你就是真是我的亲孙女，我也绝不会相认的。你呀，改过自新吧，做个好人吧，啊？你说你这，哎，这算了，走吧，走吧。爷爷。哎呦，小爱佳，爷爷来晚了，伤到哪儿了？让爷爷看看。哎呦，没事吧？艾佳没事。好，爷爷来晚了。爷爷，爷爷都心疼死了。怎么了？还在为你爷爷的那些话生气啊？哎呀，老婆，不要不开心啊！如果你不开心的话，你知道吗？会出很多皱纹，会变得越来越老的。你知道？哎呀，谁是你老婆？不要乱讲。如果你一直不开心的话，我就一直喊你老婆，老婆，老。你不要再叫了，再叫的话，我真的会变老的。那笑一下。啊？其实我也没有生爷爷的气，我只是觉得爷爷怎么能那么想我呢？没有想到我在他心里面那么糟糕，他居然都没有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，他就听了于幼美和丁池的话。傻瓜，那是因为爷爷不了解事实。如果你爷爷知道自己被蒙在鼓里，被欺负的人是你的话，他肯定会更疼你的。所以现在，你应该化悲愤为力量，尽快找到证据，证明你自己的身份，知道吗？哇哦！干嘛去啊？跟我来。分明就是动过手脚的，绳子上给人涂了腐蚀性液体，所以当你去检查的时候，目测是看不出问题的。但经过一段时间腐蚀之后，当艾佳一拉，那绳子一断，横杆就会向它压下来。可是这个裂伤，也可以说成是绳子老化。我这些东西都是旧的，如果丁池坚持这么说，我能拿他怎么办啊？
真是没有想到，一个人歹毒可以歹毒成这样。否则他就不是丁池了。这次哀家躲过一劫，坏了丁池的好事。我想丁池是不会那么容易善罢甘休的。可是关键是，现在于幼美她不相信我，反而她还很相信丁池。所以我就先不跟哀家说了。为什么？如果我留在他身边，他至少还会听我的。我怕我讲完之后会更刺激到他。我怕他会做出对你和丁氏不好的事情。所以我想等到这件事情彻底搞清楚之后，再跟哀家说清楚。好了，我只希望所有一切早点结束，这样我们才能光明正大在一起。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什么嘛，人家都这个样子了，还跟我玩消失？谁玩消失了？我现在不是出现了吗？韩明哥，怎么样了？你怎么才来啊？昨天公司有事耽误了，所以没来。那你知不知道，人家差点见不到你了？怎么可能见不到呢？现在不是来了吗？你找我那么急，有事吗？韩明哥，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于有为实在太过分了。他明知道你这么爱我，还想方设法要把你从我身边抢走，抢不走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反正这次我不会放过他。哀家，你真的觉得是于有为做的吗？那船是他造的，现场只有他，不是他是谁啊？那为什么不会是丁池做的呢？姑姑，之前我们让他亏了那么大一笔，他才不得已去借高利贷，现在被撤职。以他的个性，他肯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以姑姑的个性，他的确是不会放过我的。而且他现在处于劣势，公司的权力都落在你手里。你想想，如果你出了什么事，你觉得于有为获利更大，还是你姑姑？不管答案是谁，我都希望你一定要小心。于有为还好，他毕竟不跟你一起住。倒是你姑姑，如果她要害你的话，很简单，你明白了吗？妈，做什么呢？哇，大骨汤，真香啊！妈，你是要去看幼梅姐吗？她已经不是你女儿了。瞎说，她永远都是我的女儿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幼美还是很可怜的。都怪当初我听了你爸爸的意见，没有坚持，才让幼美受了这么多亲人不在身边的苦。我只是想补偿她一下。妈，那你有想过于有为吗？他何尝不是承受着背井离乡之苦？妈，妈，妈！你一个人拿这么多东西怎么去啊？来，我送你。嗨，萌萌，你去把428病房的药换一下。好嘞。你要是怕给幼梅带来困扰的话，那你何必又要过来呢？哎，世薇啊，一会儿见了你姐，你别乱讲话，更别发脾气，听见没有？她心情不好，对恢复伤口没好处的啊。
幼梅，谁让你们来的？有没有人发现？没人让我来，是我自己想来看看你，世威就陪我来了。被人发现了怎么办呀？快点快点！现在没有人，赶紧走赶紧走！哎，干什么啊？有你这样对妈的吗？看妈给你带了什么？我给你煲了你爱喝的汤，你一会儿趁热吃啊。好了好了，我这什么都不缺，以后没事别来了。那你伤好些了吗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没事儿。幼梅啊，我觉得这个事儿和有为没有关系，他不是那样的人。幼梅，你怎么又优美啊？我告诉你多少遍了，我是丁爱佳，你能记着吗？这事儿跟于有为没关系，跟谁有关系啊？不许对妈这么没礼貌！我想，这里头是不是有误会啊？要不然我让佑薇过来跟你解释解释。解释什么呀？明摆着，于有为就是恨我抢走了韩明哥。韩明哥好不容易忘了他天天像只苍蝇一样缠着他。你说，不是于有为想让我死，是谁想让我死啊？闭嘴啊！世威，你干什么呀？别这样子！你说这个话，你就不要脸！于世威，你说谁不要脸呢？我就说你呢，幼梅，怎么了？幼梅，我还告诉你了，我这辈子不原谅于有为，不会。丁爱佳，别吵了，你们你受伤谁是最大的受益者？你心里比谁都清楚。我不清楚，你们都向着他，怎么没人同情我呀？我还就向着他了，我凭什么同情你啊？好了好了，干嘛别呢？怎么回事？每次你都这样，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情况了？这是？医生，他们俩打扰我休息，把他们赶出去。不要影响病人休息，好吗？啊，请您出去，不能影响病人休息。妈，我们走。走吧。别生气，别生气，走啊！谢谢。你们都向着于有为，为什么就没有人向着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都向着于有为啊？世威，世威，世威，你干什么呀？你看他刚才对你那个样子，你还能忍啊？她毕竟是你姐姐。我没有她这样的姐姐。你看她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？她完全被丁家大小姐的身份冲昏了头。妈，如果我们真的是为了她好，就不能让她再继续错下去了。东西都收拾好了。姑姑，您怎么有时间过来了？啊，我闲着也是闲着，我帮你拿东西，给我啊。还有什么东西？这箱子是吗？哎呀，怎么了，姑姑？没事儿。哎，我看看。哎呀，真没事儿。你的手，您这手是被绳索勒的吧？您出海了？没有啊，我叫他们给你不用不用，包扎一下吧真的不用。你看看这儿还落了什么东西没有？啊，我去车里等你。不管答案是谁，我都希望你一定要小心。于有为还好，他毕竟不跟你一起住。倒是你姑姑，如果她要害你的话，很简单。
爷爷让我给你送杯牛奶，趁热喝了吧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趁热喝了吧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？喝吧，喝完就能好好的睡个觉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？要不要我带你去医院看看？没事，我现在不想喝牛奶了。哦，那一会儿你想喝了再喝啊，我给你放在这儿。发生什么事情？韩明哥，丁池他要害我。我看到他用这瓶药把原本的药给换了。你冷静一下，你怎么看到丁池换药的？我跟着他偷偷进厨房，他就拿着一瓶药，然后把这瓶药倒了，又把另外一瓶药装进这个瓶子里。韩明哥，你说丁池是不是让我吃了它？他想毒死我呀！你先别急，这反而提醒了你，这几天先别吃家里的饭菜，我拿这个去化验，看看到底是什么成分。还有，在结果没出来之前，你不要让丁池发现有任何异样，以免打草惊蛇，知道吗？可是我还是很害怕。不要害怕，如果发现什么情况，你立刻打电话给我，我马上过来，明白吗？你快点回去，不要引起他的怀疑，你随时打电话给我啊。去。阿尔兹海默症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症。怎么可能呢？优美她这么年轻，怎么可能会得老年痴呆症呢？这些药不是给优美的，不是给优美的，给我爷爷的。我爷爷怎么可能会得老年痴呆症呢？是不是你朋友搞错了？我朋友不会搞错的。那我爷爷会不会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啊？或者说心情不好？会不会？不会的，爷爷不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。我找人验过了，丁池给你爷爷吃的是普通的维生素。维生素？可是丁池既然换了爷爷的药，为什么只换维生素呢？这不符合逻辑啊！因为你爷爷在最多1年之内就会彻底不清醒了。1年？这是针对阿尔兹海默症后期的药，吃这种药的人一旦停药，基本1年之内就会完全记不清事情了。所以丁池，他根本就没有必要对爷爷真的下药。他的目的就是想让爷爷的病情赶快恶化。所以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或许很快，我爷爷就会什么都不记得了。要是所有的东西都不记得了还好，最怕就是他记得以前的事情，而最近的事情都忘记了。什么意思？
阿尔兹海默症的症状就是，越是以前的事情，就记得越清楚，而对于近期发生的事，却忘得一干二净。也就是说，丁池被你爷爷赶出董事会的事情，你爷爷也会忘记。丁池肯定就是利用了这一点，他先借我的手除去幼美，等我们两个都被铲除之后，再等爷爷失去记忆，什么都不记得，他就可以掌控整个丁氏。如果你爷爷知道了丁池所有事情的话，丁池也应该张狂不了很长时间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怎么让你爷爷知道这件事情。我觉得这件事情让幼美去说会比较合适。韩明哥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呀？我现在没有证据，又不能报警，我跟爷爷说，他又不相信我，我总不能一直躲着他吧？你当然不用继续躲着你姑姑了。难不成我要跟他撕破脸啊？除了躲，除了跟他撕破脸之外，就没别的办法了吗？你相信我吗？嗯。如果你相信我的话，你就按照我教你的办法去做。怎么了，孩子？孩子，怎么了？爷爷，都是我不好，我现在才知道你生病了。哦，不哭了，孩子啊，好孩子，不哭。哎呦，爷爷就是怕你知道了，哭哭啼啼才没敢告诉你啊。好了，不哭了，是姑姑告诉你的。姑姑他怎么了？他想害死您，爷爷，我要你一直在我身边，爷爷。爸，该吃药了，别忙了啊，先把药吃了。要不然一会儿就忘了。哎呀，好，小池啊，来，啊，到这边坐一会儿。哦，来，坐这儿，咱爷俩好好聊聊。哎呀，这些天呐，我想了又想，对于我把你赶出董事会和公司的决定，对你来讲是有些不公平。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你是我一手培养大的，这么多年了，你对丁氏集团付出了很多，甚至可以说，你把本该是你的青春都献给了丁氏集团，这些我心里都很清楚。爸，好好的说这些干什么呀？在工作上呢，咱们是上下级关系；可是在家里呢，你就是我的女儿。我就是希望能听听你告诉我，你心里还有什么想法？爸，其实我一点都不怪您，我也很理解您在董事会上做的决定。毕竟那么多董事都在场，也不能让他们觉得我有什么特权。而且，之前艾佳惹出了事儿，你也是这个态度。我这个姑姑，怎么能比一个孩子还不懂事呢？是吧？是这样。那我得问问你了，除了董事会那件事之外，你还有什么事在瞒着我呀？怎么会呢？我除了那件事，我什么事都没有骗过您啊。而且，我这也是为了工作，
您别多想。真的？当然了。啊，您先吃药吧。要不水就凉了，我给您拿去。爸，来。怎么了？进来吧。爷爷。开始吧。你们忙吧，我先下去了。姑姑，别走啊，在这儿看会儿好戏。林董，你猜的没错，这的确是一颗复合维生素。谢谢。爸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这样的。爸，你以为你真的把我蒙在鼓里了？啊，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！别碰我！我把我得病的事情只告诉了你一个人，为什么？因为我非常相信你。你怎么对待我对你的信任？啊！要不是哀家提醒我，我估计就是到我傻了，我都不知道养了你这么个狼心狗肺的东西。爸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。怎么解释？从今天开始，你不再是我的女儿。马上收拾东西，立刻从我丁家滚出去！我不想再见到你。爸，滚！爷爷，没事吧，爷爷？爷爷。姑姑，行李挺沉的吧？需要我帮忙吗？是你干的，是不是？你说什么呢？什么就是我干的呀？每次换药我都是在家里换的，那不是你还能是谁？这事儿啊，是我，丁爱佳，你是不是翅膀长硬了你？都是拜姑姑您所赐。我怎么你了？啊？怎么我了？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上一次于有为把我推进大海的时候，都是您精心策划的一出好戏。既然到了这个份上，我也不跟您绕弯子了。你就不怕我把你贾爱家的身份告诉老爷子吗？你就别想着用我小时候那些调包的证据，再回到丁家。你以为我怕吗？只要我丁爱家在这一天，你觉得那些证据会拿到爷爷面前吗？哼！不过，就算你把证据拿给爷爷看，经历今天这件事，爷爷还会相信你吗？谁输谁赢还不知道。我告诉你，游戏才刚刚开始。好啊，我倒是要看看一个被丁家赶出去的人，到底能跟我玩出什么把戏来。不过姑姑，我是真没想到你会这么对待他。但我还是要谢谢你，要不是你这次换药提醒了我，等到你费尽心机让爷爷相信你，估计那会儿爷爷都傻了吧。所以到底谁是赢家，我们走着瞧。
姑姑，你可千万别恨我，因为这一切呀，都是从小到大我从您身上学的。只不过呢，我现在又还给了你。箱子挺沉的，您慢点啊。有为，你为什么一直在用旧材料研发 AJ6，都不跟我说一声啊？你是我的竞争对手，我能把公司的机密泄露给你吗？什么对手啊？我现在是你们丁氏的大股东啊。对不起啊，因为我之前用完了所有的钱去买股票，所以没办法给你们提供经费。没关系，只要有你这份心意，我就很高兴。放心，我肯定会想办法去找一些赞助给你们的。哪有那么容易啊？再说了，现在丁氏的流言蜚语越来越多，谁会在这个节骨眼上给我们赞助？在商言商，商人赚钱是理所当然的。我觉得只要项目好的话，什么机会都可以挽回。或许吧。不要叹气嘛，我肯定想办法帮你找到赞助商的。我不是担心这个，我是害怕丁池下一步又会有什么计划。什么计划？不知道，就是有点担心。哎呀，不用担心，他有什么计划也不会那么快的。而且这一仗是我们赢了，别再这个样子好吗？再说，这次胜利的功劳是不是应该归我啊？你？凭什么？主意是我想出来的，而且艾家都是我说服的。好，是你的功劳，辛苦你了。好，谢谢。谢谢我，你又觉得我辛苦了，是不是要有一些表示给我呢？什么表示啊？是不是什么都可以满足我啊？开玩笑，你以为于有为是什么样的人啊？既然我问你了，那就表示我答应了。既然我答应了，就什么要求都可以满足你。谁呀？你干嘛？我没干嘛呀。你刚才说什么都可以满足我，亲你一口不行吗？再亲，再亲。